媽媽，我喜歡剖開他們的身體，掏空他們的內臟。今天我們來講開膛手傑克。故事要從19世紀末的英國倫敦說起。彼時的英國歷經2次工業革命，已是世界头號強国，首都倫敦更是被譽為人間天堂，吸引着世界各地的人前來尋夢。然而光鮮的表象之下，是一道由財富分配不均築起的無形高牆。大量外來人口無力承擔倫敦的高昂物價，只能聚集在中央倫敦周邊，形成大片贫民窟。白教堂地区便是其中最典型的一处。这里鱼龙混杂。1880年代歐洲排猶政策又讓大批猶太難民湧入，底層工人、流浪漢、妓女成了這片區域的代名詞，犯罪率也常年居高不下。1888年8月31日凌晨3點40分，一名馬車司機路過白教堂的一條小路時，發現一戶人家門口躺着一個人。起初他以為是露宿者，可走近一看，竟是一具面目全非的女屍。警方趕到後勘查發現，死者是43歲的妓女瑪麗，喉嚨被利器割開，腹部被剖開，腸子外露，顯然是因喉嚨重傷斃命。在命案頻發的白教堂，這起案件起初並未引起警方重視，只是例行詢問了附近居民便草草了事。可誰也沒料到，不到2周，9月8日凌晨6點，白教堂再次驚現女屍。死者是47歲的安妮，安妮的死狀與瑪麗如出一轍，喉嚨被割，腹部剖開，內臟被掏出扔在屍體旁。更詭異的是，她的子宮不翼而飛。連續2起命案，受害者都是中年妓女，案發地點相隔不過幾條街，作案手法高度相似。警方這才意識到，這可能是同一兇手犯下的連環殺人案。他們立刻展開調查。有目擊者稱，安妮遇害前半小時，曾在一處庭院與一名男子交談。該男子40歲上下，比安妮稍高，穿黑色大衣，戴獵鹿帽。結合案發現場找到的一條可疑圍裙，警方很快鎖定了一名外號圍裙的波蘭裔猶太人約翰，再加上有妓女指認曾收到過署名為圍裙的死亡威脅信，警方一度以為破案在即。可最終約翰拿出了完美的不在場證明，這樁看似明朗的案件瞬間陷入僵局。就在警方一籌莫展之際，中央通讯社聲稱收到了一封來自兇手的信件，警方緊急趕往報社。信件用紅墨水寫成，字裡行間充滿挑釁。親愛的老闆，我聽說警察已經抓到我了，真是可笑。他们自以為找對了方向，我卻忍不住發笑。那個圍裙的烏龍簡直讓我樂不可支。我瞧不起妓女，我會繼續剖開他們的身體，直到被逮捕為止。上次作案的感覺太棒了，那個女人連呼救的機會都沒有，警察根本抓不到我。我喜歡我的殺人作品，已經迫不及待要再次行動了。本來想用保存的死者鮮血寫信，可惜血液已經凝固，只能用墨水代替。下一次我會割下一個女人的耳朵，送給那些無能的警察。別問為什麼，爽就夠了。先別公開這封信，讓我再多做幾次案。祝好運，來自開膛手傑克。這封信讓警方倍感羞辱，也生出一絲寒意，但不少人認為這只是惡作劇，畢竟警方已加大警力部署，兇手怎敢頂風作案？可僅僅過了3天，9月30日，白教堂又傳噩耗。凌晨1點，民眾在伯納大街發現了44歲清潔女工伊麗莎白的屍體，她的喉嚨有傷口，但腹部完好，生殖器官也被切除。警方初步判斷，這並非開膛手傑克所為。可就在警員準備撤離時，不遠處的主教公園又傳來尖叫，46歲妓女凱薩琳的屍體赫然躺在那裡。凱薩琳的死狀慘不忍睹，喉嚨被連割數刀，腹部被剖開，內臟外露，左腎和子宮失蹤。更令人毛骨悚然的是，她的一隻耳朵幾乎被割下，垂在臉上，與信中預告的內容分毫不差。警方這才驚覺，那封信根本不是惡作劇，開膛手傑克確有其人，而且是個以殺人為樂的變態。至於伊麗莎白的案件，主流觀點認為她也是傑克的受害者，只是兇手割喉後被路人驚動，來不及剖腹便倉皇逃竄。案發後不久，警方在距離現場不遠的紅磚牆下發現了凱薩琳的一塊沾血布料，牆上還用粉筆歪歪扭扭寫着“猶太人是不應該被無故責怪的”。這句話究竟是傑克為自己辯解，還是嫁禍猶太人的障眼法，至今無人能解。1天之內2條人命，白教堂地區人心惶惶，民眾紛紛向警方施壓。10月1日，中央通訊社再次收到兇手的明信片，內容依舊囂張：“親愛的老闆，上次的話可不是開玩笑。你很快就會聽到調皮的傑克犯下雙重謀殺案的消息。可惜第一位受害者的叫聲壞了我的事，沒能割下耳朵送給警察。多謝你保密上次的信件，讓我順利完成作品。”開膛手傑克，警方徹底被激怒，允許報社公開這2封信件。
希望能徵集到線索。彼時紙質媒體正值鼎盛，開膛手傑克的消息迅速傳遍全球，連維多利亞女王都驚動了，親自下令徹查此案。可信件公開後，傑克卻销聲匿跡了2個半月。就在人們以為危機解除時，新的慘案再次發生。11月9日一大早，收租人湯姆來到25歲寡婦凱莉的住處，催收拖欠6周的房租。敲門無人應答，湯姆以為凱莉故意躲債，一氣之下撞開房門，卻被眼前的景象嚇得魂飛魄散。屋內血跡斑斑，凱莉躺在地上，早已沒了氣息。凱莉的死狀是所有受害者中最慘烈的，喉嚨與腹部被剖開，內臟被掏空丟棄，心臟不翼而飛，面部五官被尽數切割，部分皮膚甚至被整片刮下。法醫鑑定，這起案件依舊是開膛手傑克的手筆，也是他的最後一樁命案。從那以後，倫敦再也沒有出現類似的兇殺案，也沒有再收到傑克的任何信件，他就像人間蒸發了一樣，消失在歷史的迷霧中。但人們對他真實身份的探尋從未停止。100多年來，無數專家、偵探、愛好者投身其中，誕生了一門專門研究此案的學問——開膛手學。而關於兇手的身份，流傳最廣的有5大嫌疑人。嫌疑人1是波蘭裔猶太理髮師艾倫·科明斯基，他患有嚴重的精神疾病，性格孤僻，極度厭惡女性，尤其是妓女。1891年，他被強制送入精神病院。2014年，一位研究此案的作家称，自己拍到了受害者凱撒琳的披肩，经 DNA 檢測，披肩上殘留的男性 DNA 與艾倫的孫子高度匹配。但這一結論很快遭到質疑，專家指出披肩保存不當，接觸者眾多，無法作為有效證據。嫌疑人2是維多利亞女王的長孫阿爾伯特王子，傳言王子私生活混亂，因與妓女有染感染了，導致精神失常，於是將怨恨發洩在貧民窟的妓女身上。更有人稱，警方早已鎖定王子，卻因皇室聲譽不敢深入調查。但這種說法缺乏任何實質性證據，更多是民眾的猜測。嫌疑人3是牛津大學畢業的律師助理蒙塔格·杜魯特，他的父親是倫敦知名外科醫生，而開膛手傑克的作案手法精準，明顯具備外科知識，這一點與蒙塔格高度契合。此外，蒙塔格有嚴重的遺傳性抑鬱症，家族中多人因抑鬱症自殺，他本人也在1888年12月即最後一起命案1个多月後自殺身亡。不少人認為，正是他的死亡讓開膛手傑克從此銷聲匿跡。嫌疑人4是棉花工人詹姆斯·梅布里克。1889年4月，詹姆斯被妻子投毒殺害，妻子聲稱是受詹姆斯指使，理由是他因做了不該做的事備受煎熬。1992年，有人宣稱發現了詹姆斯的日記，日記中他詳細記錄了殺害5名妓女的過程，親口承認自己是開膛手傑克，但日記的真實性至今仍存巨大爭議。嫌疑人5是搬運工人約瑟夫·巴內特，他與最後一位受害者凱莉曾是情人，因凱莉堅持賣身為生，兩人多次爆發激烈爭吵。街坊鄰居稱，約瑟夫曾揚言要教訓凱莉，甚至有鄰居在凱莉遇害前聽到屋內傳來爭吵聲。警方曾將約瑟夫列為嫌疑人，卻因證據不足將其釋放。有人推測，約瑟夫為了逼凱莉從良，故意制造連環殺人案恐嚇她。殺了4人後，見凱莉毫無悔改，最終痛下殺手。130多年過去，開膛手傑克的真實身份依舊是未解之謎。或許破案的可能早已微乎其微，但人類對真相的執着，注定會讓這起懸案在歷史長河中永遠散發着讓人着迷的魅力。